东木公定了定神，苦笑道：可这该如何回禀陛下？李长寿笑道：贫道现在起一个道号，自今日起便自号长庚道人，木公可如此对陛下言说。善。东木公顿时露出微笑，与李长寿作揖告别，赶回天宫复命。送走东木公，李长寿才瞧了一眼玉帝赏赐之物，无非也就是一些灵石宝材，并无什么稀罕之物。如今天庭功德虽多，但是宝物不见得会有多少。得了龙族赠宝，玉帝赏赐，李长寿前后费了1个月的功夫，才将自己能用到的宝材暗中运回了渡仙门。李长寿找来灵娥，叮嘱他不要怠慢修行，又去找师父禀告，言说自己要闭关修行5到10年，请师父督促一下师妹修行。随后李长寿才将丹房附近的大阵完全打开，他是要好好的参悟玄都大法师给的2枚玉符，并将宝材炼制成阵基，且思索如何让龙族入天庭之事。至于他给玉帝报上的名号，只是听长庚道人，很难跟自己的本名直接建立起什么联系。天下长难，何其多也！更何况走出渡仙门，世上又有几人知我李长寿？庚有年龄之意，问人贵庚几何呀？这便是问年纪多大。长庚便指的是年岁悠长，与长寿本就是相近之意。他姓李，名长寿，号长庚道人，没毛病。若是赖皮一点，长庚道人不过是他的一句纸道人的名号，这又怎么了？这长庚道人。坐在地下密室中，李长寿皱眉思索，心底浮现出了少许的疑惑。如果把我的姓氏加在这个道号上，李长庚，李长庚，李长庚，怎么这么耳熟呢？但是仔细搜索了一遍自己的记忆，李长寿又说不出来到底在哪儿听过。或许是冥冥之中有了什么感应吧。这个问题李长寿仔细思索几日，觉得自己这个道号并无不妥之处，这才去找敖乙梦中相见。他借敖乙提醒龙族，那西方教驯龙之心不死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同时李长寿也叮嘱敖乙，若无龙族高手护送，切不可轻易离开金鳌岛。金鳌岛有小径通圣人道场碧游宫，而通天教主又是执掌诛仙4剑，横推无敌的洪荒巨蟒，在金鳌岛修行与在昆仑山玉虚宫中修行一般的安全。与敖乙相商几次之后，李长寿便没了多余的动作。龙族之事必须要静待时机，单凭自己甚至凭大法师的实力，必然无法将龙族直接压服。李长寿的思路很清晰，要做顺水推舟之事，而非抽刀断水之举。不仅要将龙族入天的任务圆满完成，还要完成的漂亮，自身不沾因果。小琼峰的丹房地下密室，李长寿将2只玉符取出，放在一旁，此时依然未去观看。他又摊开了画布，赤脚踩在画布上，面露思索的神色，很快就提笔画下了1只鸡腿儿、1颗兰花草、1只小弹弓。先谋划一番，定好各类对策，求一个安心再说。机会只会给有准备且能接得住之人。岁如流水曲山河，山林静语敲安乐。李长寿闭关第2年，小琼峰的求测筒再次开张，不过这次有了一项规矩，便是每日总共只给3支竹签。这代表着
李长寿已经制好了有关龙族之册，写了满满3箱布帛。李长寿此时正在炼制阵基，顺便参悟玄都大法师给的身外化身之法。那篇圣人所著经文名为太清道函，在其内李长寿竟然看到了一些后世道德经的理念，但是两者的本身有较大差距。李长寿只是看了个开篇，就不敢再继续看下去了。无他，读了开篇便感悟丛生，压不住的顿悟，不得已向前迈出了一个小境界。这可不是成仙飞升之前的小境界啊！到了李长寿这般层次，就如门内的太上长老，一个小境界最少要100年才可以悟透。圣人经文果然是非同小可。李长寿估摸着自己参悟一遍太清道函，离着金仙劫也就不远了。而自己此时肚脐把握并不算太多，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把握。金仙劫尚无参考对象啊！李长寿也不着急，想着让积累更加深厚一些，让把握更大一些，再渡劫不迟。玄都大法师给李长寿的身外化身之法，自然不可能是太清老子的一气化三清，这是一本名为《道和玉》的化身神通。玄都大法师因材施教，看了李长寿的指导人，便给了一门能够让李长寿去完善指导人的化身神通，补全指导人的种种不足。这就是用真心换来的机缘。且李长寿翻来覆去，想着太清道函开篇的内容，突然有所明悟。开篇的字里行间分明就写满了稳字，玩笑，这是太清无为，跟他稳中求稳的道行还是有许多不同的。这一日，李长寿发觉有一个巡山弟子自仙门处匆匆而来，先是扫了眼小琼峰皇家棋牌室，看到3个正在里面玩闹的身影，也就没有多管此事。柳青玄雅前几日便来了，修为又有了突破，离着成仙天劫又近了一步。他一直没有见到李长寿，所以就在这儿陪着九九师叔、灵娥师妹玩闹起来。且说那名男弟子踩着障眼法做就的仙鹤，飞到了小琼峰上空，灵石扫过，一时之间没有找到活人，于是循着灵兽圈方向传来的笑声飞去了那边。这弟子刚刚飞到，就听到：柳青师姐，你先前不是这样的人，怎么能耍赖？输了就要认罚。稍后我赢回来便是，莫在我脸上画这些了，让人看见了多窘迫啊！那弟子不由得好奇向下看去，透过窗户看到了正在里面打闹的2道倩影，也看到了那脸上被黑墨画了一个大乌龟的首席大弟子。屋内，九九突然笑着来了一句：外面还真有人在看。铿锵一声，火灵剑匣已然出鞘。嚯，这家伙专心炼制阵基的李长寿分了一缕心神，注视着那位巡山弟子离开时不断颤抖的背影。此人也是十分倒霉，目睹了2辈3位门内小仙女的末妆，还好大家都很克制，没有造成流血事件，也就是小小的恐吓了一番。超凶的九九扛着狼牙棒，单脚踩着木凳，一个眼神就让这巡山弟子哆嗦不已。洗干净脸蛋的有情玄雅俏脸冷若寒霜，目光略带冷漠，让这巡山弟子更是忐忑不安。还好面带微笑的灵娥及时站出来，他以解围为由，让这位男弟子立下了一个1000多字的大道之言，3女这才是放着男弟子离开。此人来小琼峰不过是送一只传信玉符，临走的时候却带走了一大片的心理阴影，幻灭了此前的诸多想象。又是给师父的信。李长寿略微皱眉，直觉告诉他，师父只要一接到信，肯定就会有什么意外。不用李长寿派指导人过去，
阁中的3位优秀女炼器士已经开始研究那只传信玉符了。灵娥先是轻轻皱眉，又有给师傅的信。久久纳闷，奇缘师兄在门外还有朋友吗？他应该没出过山才对呀。没了外人，有秦玄雅已经是冰雪消融，轻声道：九师叔，若是奇缘师叔未曾出山，如何受得了长寿师兄与灵娥师妹？哦对啊，长寿和灵娥不都是在开山大典进的山门吗？久久摸了摸光洁小巧的下巴，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。哦，好想打开看看。这如何使得？有秦玄雅忙道。然而两个人说话间，灵娥已经拿来了纸笔，以防打开传信玉符后内容消失。这真是实干行动派呀！李长寿的心底又给灵娥拿纸笔的小细节打了10分。接下来灵娥开始仔细地检查玉符的禁制，以防有什么咒术邪法，再加10分。然而灵娥检查了一遍之后，便直接对着玉符注入法力，没有充分利用身旁的真仙，进一步确定玉符的安全性，扣60分。但玉符之上出现一缕缕光芒，凝成了一篇书信，李长寿的传音也已经入了灵娥的耳中。文字经40遍。灵娥禁不住一手扶额，轻吟了半声，又赶紧提笔将其上的文字迅速写下来。地下的密室中，李长寿用仙石扫过这些光字，眉头轻皱，也是停下炼制阵机，从书桌后站了起来。果然又有事发生。不过这一次的事倒是说不出是好是坏，对自己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。灵兽圈旁的阁楼中，久久已经是开始了无感情的朗读。徒儿将与奇缘亲启。为师当年为寻求突破天仙之机缘，离洪荒天地前往大千世界游历，而今终得感悟，即日前堪堪破关，迈入天仙之境。待为师巩固境界，不日便回返门内探望你二人。屈指一算，你我师徒已是近1000年未见，不知你二人在门内是否相安？为师当初只顾自身突破，心底对你二人十分愧疚，但为师也有迫不得已之事，无法于门内与你师姐弟常伴，实感无奈。闲言待为师回山再续。突破之后心中欢喜，便托一位真仙好友带一封书信与你二人。师留。灵娥道：这是师父的师父，我和师兄的师祖。久久也是有些纳闷的嘀咕，这师叔叫什么来着？我记得自己刚入门的时候也曾拜见过几次。有秦玄雅轻声道：奇缘师叔的师父道号临江散人，因困于真仙境3000余年不得突破，于1000年前决定外出历练，后来就与门内师婿联络了。久久眨眨眼，贼兮兮地笑了一声。小学呀，调查得很清楚嘛。这并非……有秦玄雅有一瞬间慌了心神，但很快恢复镇定，淡然道：师叔莫要多想，我只是想了解长寿师兄多一些，才会打听此事的。有秦玄雅说的理直气壮，久久倒是莫名的有些心虚了。灵娥已经抄完了书信，悠悠叹道：这下有些麻烦了。麻烦什么？久久道：这是好事才对啊，我们要不要帮忙在湖边新盖一座草屋？灵娥苦笑了半声，她自不能说自己师兄好不容易搞定了师傅，在小琼峰上可以任意行事，若是回来一位天仙境的师祖，师兄的一些布置底牌很有可能会暴露。忽然听得师祖回山乃是大喜事，师妹莫要愁眉苦脸。3位女炼器士扭头看向门外的林间小路，
却是谁都没有发现有人靠近。李长寿缓步而来，身着普通的深蓝长袍，脚踩一双灰色长靴，长发束成门内弟子们最常见的道姑，嘴角似笑非笑，给人一种很普通的亲近感。右青悬崖向前迎出2步。长寿师兄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又给了灵娥一个万事安心的眼神。李长寿直入主题，言道：看信中内容，师祖并不知道师父与晚将与师伯遇难之事，也不知师祖是何等脾性。此事既要禀告师父，也要禀告百凡殿。李长寿如此一说，久久有心悬崖与灵娥方才反应过来。信中这位新晋天仙对于2个弟子满是愧疚，临江散人归来之后，若是发现2个弟子一位失踪，一位被废，哎呀，久久抱起胳膊低声道：我记得早年听武师兄说起过，我师尊与奇缘师兄的师尊也算有些交情，要不要我请师尊到时出手，让2边别打起来？李长寿摇摇头，如果不能拉偏架，这种安排毫无意义。什么意思？久久有些懵。灵娥道：师兄，天仙境的师祖当真无事吗？放心就好。李长寿微微一笑，又道：师父近来虽然已经不再那么消沉，但依然没有完全走出来。等咱们师祖回来，师父的精神自然会更好一些。一旁的久久突然想起什么，有些欲言又止，但是李长寿已经开始做安排。久久见状，也就将到了嗓子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稍后还是去找师父说一声吧，如果师父没闭关的话。久久心底嘀咕了几句，他的印象中这位师伯凶得很，好像还是人狠话不多的那种。